大家好，我是老田。春天到了，很多种菜博主们都在忙着发2月、3月该种点什么了。我先不着急，我的很多苗都已经在室内开始培育了。等到气温合适了，苗龄也差不多就够了，就可以移栽到棚里边来了。今天咱们来先跟我一起看一下我2月的菜园里边还有哪些菜。等到后边清理干净之后，陆续的还需要种哪些菜。看看我是怎么样能做到全年365天都不需要去超市买菜的。我是在7A 耐寒区，今年冬天异常的冷，不过连续低温的日子差不多已经过去了。最近是忽冷忽热，而且昼夜的温差特别的大。前几天天气暖和，最低气温也在摄氏的6到7度。昨天又是降温，晚上有零下5度，今天晚上还有个零下9度。现在外边气温大概有零下4到5摄氏度，我们看看棚里边有15摄氏度左右，气温要比棚外边高了10度。而且外边最近的风特别大，一刮风，户外就显得更加冷了。咱们先看看棚里这些菜，我是刚刚把盖着的无纺布膜打开的。靠近门口的地方，这些是青江菜，然后有些长得还可以，有些已经抽苔开花了，还有一些罗马生菜，这2棵算是长得不错的。然后看旁边一些，有一些离棚边缘比较近的都已经冻死了。还有像这种散叶生菜长得也不怎么样，这种生菜实在是太怕寒冷了，所以以后冬天最冷的时候可能就不去种这种生菜了。这种抽苔的菜还可以吃，这个菜苔摘下来也是比较嫩的。这批菜我们打算很快就给它清理掉，然后这块给它整理一下就可以种新的菜了。这一片是冬天的时候用种子种的水萝卜，因为还是有点缺水，所以长得是比较一般，而且因为种的比较密，只有个别一些水萝卜膨大了，其他的都还挺小的。看看这些个头都不怎么大，不过最近天暖和了，我们到时候浇点水，应该还是可以继续膨大的。这个水萝卜生长的比较快，我们等它稍微大一点就都给它采收了，然后这块地也给它清理出来，种新的菜。然后挨着水萝卜的这个，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写着的标签，上面日期是12月13号，我们种的荠菜种子。看看这些荠菜发芽都比较顺利，而且这个小苗看起来长得也还是不错的。荠菜比较怕热，所以深秋或者冬天的时候种在棚里边还是比较合适的。荠菜旁边的这一片冬豌豆，这是完全不怕冷的，而且长得密密麻麻的，非常的好。这种菜看来真的是特别适合做覆盖作物，入冬前在空地上面给它撒上一大片，肯定就不会长草了。而且这种豌豆通常都能提供肥料，是挺好的绿肥的来源。紧挨着冬豌豆的这一片是后来移栽过来的荠菜，这些荠菜看起来长得是不是特别好，感觉干巴巴的，还是缺水，这里边土有点太干了。不过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收过一批了，看看这些是之前掐尖的时候给掐下来的，还有像这些也是掐尖掐下来的。这个应该后边还能再收一点，然后收完之后就把它清理出来，就准备种别的了。旁边的这一小片这些密密麻麻的小苗是香菜，这些香菜是我在大概是1月15号左右的时候，因为当时在室内种香菜芽苗菜，所以当时多泡了一些种子，然后有一些种芽苗菜了，剩下的我就给撒到地里边了。看看1月15号到现在大概是1个月多一点，这些苗已经出得非常好了。我们靠近点看一些，就除了这个叶子稍微有一点干，因为缺水，其实长得还是相当不错的。这个浇点水之后就会长特别好了，感觉比室内的芽苗菜长得还好。香菜在冬天在棚里面种植还是相当的合适的。我们后面给它浇点水，应该是在暖和一点的时候，这个就会成为我们后边香菜的主力了。看看这些土实在是太干了，有些特别小的小苗已经倒下了。我明天吧，因为今天特别冷，所以今天不能浇水。明天稍微暖和一些，我拿花洒从室内接点水出来，然后给它稍微的浇一浇。旁边这一片鸽茬大茴香，就是看起来好像长得一般，其实我们仔细看，这些都已经被给掰下来了。这些就是丽丽昨天收的，今天她打算做点茴香馅饺子，等会儿我应该拍完这一期视频回家，应该是能吃上热饺子的。后续像这些掰掉的茴香，从中间还会再重新长出来，应该是还能再收个1、2批的。
接着我们到了棚的尽头，这一片也是青江菜，上边虫眼还是挺多的。冬天我们保护蔬菜的时候，虫子也跟着就钻进这个无纺布底下生活了。冬天了，不想喷药，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索性就是虫子的破坏其实还不算特别的严重。然后中间这一排是茼蒿，这些茼蒿基本上就已经都废弃了。茼蒿是这些菜里边其实和生菜有点类似，都是不是特别耐寒。基本上深秋的时候或者入冬前长得还算可以的时候，给它采收掉一批，剩下的基本上也不会再长好了。所以像茼蒿这种在冬天特别寒冷的时候，其实就没必要再种了。在我这个区域，这些茼蒿基本上是扛不过1、2月份的这种严寒的。旁边的这些就是特别耐寒的奶油白菜、青江菜，还有乌塔菜了。这些菜就是冬天青菜的一个主力，不过这种菜也有缺点，就是不耐热，天气稍微热一点，中间就会抽苔或者有抽苔的迹象。如果天再热的话，可能就开花了，所以还是得及时采收。不过好的是，这些菜的菜苔也是可以吃的，而且味道还是不错的。看看这边的这些黄心乌，感觉黄心乌的耐热能力更差一些，基本上每一棵都已经开花了。这些菜其实感觉每一颗都不大，但是种这么一小片，这整个冬天都吃不完。其实菜种类种的太多了，每一种菜在这2、3个月得到宠幸的机会就太少了。即便是卯足了劲儿去吃，也就只能吃掉一点点。这些芥菜还有这些娃娃菜，到了2月份，基本上也是沦落到只能吃菜苔的地步了。这种菜在冬天的时候，只要一冻，然后到春天稍微暖和一点，这个菜苔很快就抽出来了，然后很快就要开花了。而一旦开花之后，这些菜叶子基本上就没法吃了，就会变苦，只剩下这一个比较嫩的小的菜苔还可以食用。生菜类的这些蔬菜比较耐寒的，或者说稍微能够扛过1、2月份严寒的这些菜，就是像罗马生菜，还有像这种莴笋。不过长势也就一般，不会长得特别好。像这个罗马生菜现在已经包心儿了。然后这棵应该是能够包出比较小的小芯儿的，但是后边天气热了，它可能这种经过严寒的罗马生菜就很快也要抽苔了，所以最后就是很小芯儿的时候就要给它摘下来吃掉。然后这种莴笋也是，这个莴笋也不会长得特别粗壮了，不会长成特别大的那个能吃大的莴笋茎的那种莴笋，最后收获的就是那种一小颗一小颗的这种小的莴笋。不过好处就是在2、3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菜的时候，我们能够第一时间吃到罗马生菜，或者是吃到我们自己种的莴笋。要是想种出特别好的罗马生菜和莴笋，那还是得在春天的时候，也就是现在开始在室内育苗，然后过一阵子天气稍微暖和一点了，给它移栽出来，然后在有保护的情况下让它继续生长。那个时候长出来的菜是比较鲜嫩，而且也能长得特别的大颗。然后再来看看这些芹菜，这些芹菜已经被掰杆的掰叶子也吃掉挺多的了，基本上都是炒菜的时候调味用。然后旁边的这个大蒜苗，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吃，不过现在开始往粗了长了，然后慢慢的也要开始给它拔了。旁边这些香菜长得还挺好的。这个棚里的香菜比另外一个棚里香菜长得要好一些，可能温度或者是其他方面条件要稍微比另外一个棚稍微好一点。旁边的葱整体上长得也是相当不错的，这些都是属于非常耐寒的菜了。然后这边的萝卜，这萝卜也长起来了，看看这个长得还算凑合吧，虽然没有秋天的萝卜好，也没有这个春天新种后边再长出来的萝卜鲜嫩，但是这些萝卜吃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片萝卜我们马上就要都给它收了，然后把这块地就可以腾出来种其他的菜了。然后萝卜旁边这些已经是之前收过的这种油麦菜，油麦菜基本上不耐寒，这一块地基本上就后边就腾出来种其他的东西了。这地里还长了一些残留的油麦菜，都已经长老了，不能吃了。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地的时候，提前把它拔出来就行了。一般我们不会特别着急的给它拔下来，因为它长在那儿能够给蚯蚓提供一点食物，同时也能把这块地给覆盖起来，然后长的草就会稍微少一点。旁边这一片叶用芥菜长得还可以，这叶子长得都还挺大挺不错的，也没有抽苔的迹象。
这个菜后边还可以采收一些叶子来吃。然后后边的这一片是更早的时候种的那一批茼蒿，这批茼蒿我们之前在天气进入1月份特别冷的时候已经采收过2次了。然后现在剩下的基本上不是干了的，就是已经枯黄了的。这块地也是需要给清理出来的。我们这2个大棚还有后边需要保护的地，需要清理的空间其实还挺多的。因为后边有好多的菜等着要种下去，像这个十字花科的，我们打算种大白菜呀、娃娃菜，然后圆白菜啊、花椰菜、西兰花、羽衣甘蓝啊、芥蓝、撇蓝啊。这种十字花科的还挺占地方的，我们每样可能也就是种个3、4棵，就会占很大的空间了。然后还有生菜类的那一批，像是散叶生菜呀、罗马生菜呀、什么原生菜呀、莴笋油麦菜呀。还有和生菜类似，但属于菊苣或者苦苣科的这种菊苣、苦苣，我们都想再稍微种上一点儿。所以现在想想，空间还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我们还育苗了白萝卜、青萝卜，还有这个心儿里美的萝卜。然后因为最近这1年育苗种植萝卜也是比较成功，所以我们在春天的时候还是想再育些萝卜苗，然后早点种下，早点吃上萝卜。然后虽然我们棚里边有这种芹菜，但是这种芹菜是属于跨年的芹菜，比较老，所以味道差一些。我们室内也有新的育苗，育了一批芹菜，然后这些芹菜种下来会好吃一些。还有就是茼蒿啊，然后韭葱啊，我们也都是在室内育了苗了，到时候也要移栽一些过来。另外还有一些需要直播的青菜，比如说这个青江菜啊、奶油白菜呀、菠菜啊、茴香啊、小葱啊、香菜呀，还有樱桃萝卜，这些也需要找一些地方吧，再给它撒上一些，因为春天的这些直播的青菜长出来是特别的鲜嫩的。不过这些菜倒不一定非要种在棚里边，棚里边可能撒一点，然后外边因为我也有这个无纺布保护嘛，所以在户外的地里边这些也是可以种的。基本上到2月底，然后3月初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开始散播种植了。然后像蚕豆还有豌豆，我过几天就打算种在外边，种在这一片菜园里边，然后用这个无纺布给它保护起来。蚕豆现在种是没问题的，豌豆可能要比蚕豆稍微晚上1、2周再种吧，因为豌豆的耐寒能力稍微弱一点。不过这个时候也是要考虑种蚕豆、豌豆这些豆类了。最近其实还有挺多活要干，因为最近拿到了免费的碎木屑，这个是我前些日子铺过来的，这个还要花点时间把我这个整个菜园的部分都给它铺上，这样的话看起来干净漂亮一些，而且也可以防止菜园里边不种菜的地方长草。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棚里边，这个棚里边也是种了青江菜呀，还有水萝卜之类的。这个老棚里边的水萝卜都已经长得挺大的了，看看一个的。我们这几天全都给它拔掉，然后收回去，这样这块地方就可以腾出来种其他的菜了。咱们重点看一下这个棚里边长得最好的这个菜，看看这个菠菜。这菠菜长得是非常的鲜嫩，非常健康。菠菜可以算是冬天的时候，尤其是2月份的时候，棚里边能产出的最鲜嫩、最好吃的菜了。等到3月份的时候，天气更暖和了，这些菠菜就会长得特别高大，那个时候就只适合用来炒菠菜了。然后这些葱啊，还有蒜啊，还有这边的葱是我们炒菜或者是调味的时候一直在用的，看看这些都是被烟根给剪掉的。然后旁边这一小片香菜也是，冬天的时候我们都是来这儿扒香菜杆子和叶子。其实种这么一小片就够了，另外棚里边或者其他地方种的那么多香菜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只要是分批种植，种出梯队，然后每次少种一些，让整个季节都有香菜吃，其实就可以了。有时候就是总是觉得冬天没什么菜，多种一点这些耐寒的菜，但其实每年都是这么想，但是总是也控制不住，其实是完全没有必要，少种一点，然后也完全够吃。这些种在花盆里边移到棚里边避寒的这种韭菜，现在也开始看已经返青了，开始往出长绿色的韭菜苗了。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中间这一排，这一大片都是我们后来移栽进来的荠菜。看看这些荠菜是我们当时把油麦菜全都给收了，然后室内育苗的荠菜，我们就在冬天的时候直接给移栽到了这个棚里边。现在整体长得还不错，除了个别有一些开花的，其他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这些我们到时候浇水，然后过上个1周再把它剪下来，包点荠菜馄饨、荠菜饺子，这个味道还是相当鲜美的。当时我们在室内是育苗了4盒，然后有1盒我们就在室内直接养着了。那个前一阵子冬天的时候我们收下来，然后包了点荠菜馄饨，那味道还是相当好的。然后中间的这一片豌豆尖儿，这个豌豆尖儿我们已经基本上长出来就给它掐掉，已经都掐得差不多了。现在我们仔细看下边，其实又长出这种比较小的、比较嫩的嫩尖儿了。这个也是浇过1次水之后，然后这些嫩尖儿应该还是可以继续再采收一批。然后采收完了之后呢，其实理论上还可以再长，不过我们棚里边空间实在是太有限了，就不让它浪费空间了。我们就等把这一批采收完之后，我们就把它收掉，就可以种点别的了。然后这一边的架子下边还是荠菜，因为当时育了4盒苗，还是挺多的，到处都种了荠菜。看看有一些长得是相当不错，但是有一些呢却已经是抽苔开花了。这荠菜特别的怕热，只要是稍微热一点儿，然后就有可能抽苔开花。这可能也是为什么要在深秋或者是冬天种荠菜的缘故吧，因为春天的时候很快天气就暖和了，应该很快就抽苔开花了，基本上没法等到它收获。深秋和冬天的时候，应该是因为天气比较冷，不容易抽苔开花，应该是能持续的收获一阵子的。这种菜好种，但是就是对天气太敏感了。接着这一小片是芝麻菜，这些芝麻菜是当时冬天的时候在这里边直接撒的种子，然后从小苗一点一点长起来的，现在也是长得相当不错了。现在这个大小就已经可以收下来拌沙拉来吃了。不过我们也是过了今天的最冷的时候，明天给浇点水，然后过上个3、5天吧，那个时候这个肯定就长得更好了。那个时候把它收下来，拌点沙拉来吃。然后另外这边挨着茴香的这些也是芝麻菜。这一片茴香长得是比较一般，这个过2天浇完水之后，等一等看看它新的叶子长出来，我们收一批之后就把这一片茴香给它清掉了。茴香旁边这一片空地没有什么东西，然后这一边是之前的那几棵紫色的那几棵长得特别大的生菜，这也是之前把叶子都给收过了之后，然后整棵的就给拔掉了，因为生菜在1、2月份很难扛过严寒。然后旁边的娃娃菜之前掐尖儿掐叶子给扒掉了很多，现在也是基本上都抽苔了。现在要吃的就是这些菜苔，看看最近立了烧汤的时候经常都会放一些菜苔，看看都是从这些菜的上面给掐尖掐下来的。像这种虽然已经有花骨朵了，但其实它的菜苔还是挺嫩的，这个摘下来吃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过这个时候叶子就基本没法吃了，这个味道不是特别好，只有菜苔还有新长出来的小嫩尖是可以吃的。这一片白菜娃娃菜我们给它收出了，应该是能腾出挺多的空间来种下一批的菜了。像这种自己长出来的雪里红，这个可能要不了1个月就能长出一颗特别大的雪里红来。这个棚里面有一些这个青萝卜，这青萝卜应该也就长这么大了，这个后边我们就给它收掉，就这块地也就给它腾出来，然后种其他的菜了。最后再给大家稍微的总结一下吧，就是自己建个家用的蔬菜大棚，合理的规划和种植一下，是完全可以做到全年365天不用买菜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也要学会适应吃这个应季蔬菜，因为如果非要在冬天吃上黄瓜呀或者是西红柿，那我们可能还真没办法种出来，因为在这种
冬天比较寒冷的地方，那是不太可能的，除非这个大棚里边有加温保暖的装置，或就是那种主动的加温的装置。如果冬天还想吃上自己种的黄瓜和西红柿，那只能是在秋天收获前冷冻一些，或者是做一些酱啊，然后储存起来。我们每年基本上大棚靠近中间的地方，因为上边有吊绳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把中间的地方都会留给黄瓜还有西红柿。我们会轮作，就是一个大棚，今年种中间的位置，今年种黄瓜，然后明年就种西红柿。这样我们每年在春天的时候都能够比较早的第一时间的吃上自己种的黄瓜和西红柿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些理论认为吃自然的应届的蔬菜其实对人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当然种类可能需要多一些，这样的话各种营养物质就都提供了。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的呢？好了，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中午了，棚里边太热了，有点受不了了，要赶紧回去吃茴香馅的饺子去了。感谢观看，咱们下期再见。